为了给我弟弟买房，我和我老公离婚了，然后用我离婚分到的那一半财产给我弟弟买了房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离婚的我无处可去，去找我弟弟的时候，却被我弟媳拒之门外。他说我现在离婚了，很晦气。现在我没有地方可以去，我为了我弟弟放弃了我的家庭，放弃了我自己的生活，结果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局，我真的很后悔。我和前夫离婚已经5年了，现在我终于后悔了，可是说什么都已经晚了。上个月我接到前夫给我打来的视频，视频中我儿子对我说：妈妈，我恨你，你为什么要抛下我？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在身边，就我没有。听到他这样说，我哭得撕心裂肺，泣不成声，我流下了悔恨的泪水。有很多人问，离婚之后再复婚会好吗？那如果离婚之后啊，一旦你再复婚，你真的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两个人就像刚结婚的时候一样，恩爱如初，两个人的脾气呢也会比以前收敛很多。那是因为彼此失去过，才会更加的珍惜，就是那种失而复得的幸福感，比刚在一起的时候啊感觉还要好。尤其是刚刚复婚的那几个月的生活，那就像新婚一样啊，彼此迁就，彼此珍惜。结婚是两个人的结合，而离婚却往往牵动着许多复杂的因素，孩子的抚养、财产的分割等。令人意外的是，据说10位女性中有9位在离婚后都会懊悔。许多女性在婚姻中长期感到压抑，逐渐放大老公的缺点，把离婚视为唯一的出路。但当真正迈出那一步时，才发现生活并未因此而变得轻松，反而迎来了更多意料之外的挑战。博主燕秋表示，有的姐妹想离婚，无非就是看老公哪都不顺眼，嫌他赚钱不够多，抱怨他不够浪漫，觉得跟这样的人过日子，整天都是围着柴米油盐转，没有奔头。她提醒说，只要老公没有犯原则性的问题，还愿意踏踏实实的赚钱养家，千万不要轻易说离婚，不然以后很可能会后悔，因为再婚的日子简直就是像一场噩梦。这世上哪有那么多更好的人等着你呢？没钱的你看不上，条件好的又轮不到你，挑来挑去，到最后大概率你只能找一个离婚带娃的，或者是别人挑剩的。再婚的日子呀，那简直就是场噩梦。新的老公照样赚钱不多，照样不懂浪漫，你还得围着锅碗瓢盆转，问题甚至比头婚更多。钱不够花，家庭关系那复杂的要命，夫妻俩呢各自护着各自的孩子，矛盾一堆一堆的。博主燕秋表示，这个时候才发现，以前的日子虽然平淡，好歹是夫妻一条心，现在啥都得靠自己，累得半死不说，还得跟人勾心斗角，心里头那叫一个苦，真的是比吃了黄连还难受。这个时候你肯定就后悔了，可后悔也没用。你们信不信啊？复婚90%的都是女人提出来的，有90%的女人离婚以后她会后悔，因为这些女人啊，她并不是说因为前夫有恶习，前夫的话呢真正的过不了日子，所以她没办法，她离婚了。大部分的话呢是因为什么？要不然的话呢是因为冲动吵了一架，要不然的话呢是因为受别人挑唆，要不然的话呢是因为她心野了，她想骑驴找马，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离了。但是离婚以后呢，她会发现事情根本就不是像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，所以她会有落差，她会后悔。我就是那个离婚了又选择跟前夫复婚的女人。有的人呢说我傻，也有人说我这一辈子活得很卑微，但是我觉得自己不但活得不卑微，而且活得很伟大。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，为了孩子能开心，我选择回来跟他好好相处。因为我儿子现在轻度抑郁，所以我们也是一直想办法让他开心。博主小娜说，今天孩子他爸做了一件事情，让他很高兴，就是在他手机上面买了几张电影票，我们全家要一起去看电影，也是为了带儿子出去散散心。小娜说，说实话，他要陪孩子的这份心，我就已经是很开心了，毕竟孩子的成长是离不开爸爸妈妈的。喂，干嘛呢？我呀，我这待着呢，咋了5年没见了，过得好吗？挺好的呀，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这5年里一直都惦记你。不是都结婚了吗？还惦记我干啥呀？其实这5年
过得并不幸福，时常会想起当年对我的好。那过去的事儿了，你还提它干啥呀？再好不也回不去了吗？其实我很后悔当年抛弃你跟他走了，现在我很想跟他离婚，想回到你身边。离什么婚呢？既然当年都已经选择他了，就要好好的过日子，别老胡思乱想。男子接着说：“回到我身边那是不可能的了，因为我现在也有老婆了。跟你复婚，我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，跟你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只能留在回忆当中。我应该好好珍惜我现在的生活，好好珍惜我现在的老婆才对。”男子最后说：“别老想着离婚，两个人走到一起不容易，应该好好的珍惜，别等到了失去了就后悔莫及。好了，咱俩以后别再联系了，别影响到咱们各自的家庭。”一位女博主在视频中表示，她离婚后带着儿子生活。她提醒那些想要离婚的姐妹，没有稳定收入的话，千万不要轻易离婚。她的前夫没有出轨，那么为什么女方提出离婚呢？都是因为一些家庭琐事。她说，前夫很抠，给自己孩子花钱都不舍得，不愿意给孩子报兴趣班，每天吃完晚饭，他永远都是躺在沙发上刷手机、看电视，不做家务，不带孩子。女博主说，自己在物质上无法依赖他，精神上无法依赖他，孩子教育上也无法依赖他，前夫还给他带来了各种烦恼，他非常的绝望，于是便提出了离婚，儿子由前夫抚养。离婚1年以后，前夫再婚，和妻子有了自己的孩子。女博主每次去看望儿子，明显感觉儿子没人照顾了，于是她就把孩子接过来跟他住，但前夫不给孩子生活费，说是他自己想带孩子，他不愿意带也可以不带。他每天一个人带孩子，还要上班，每天一睁开眼睛就要为自己的所有开支而发愁。他现在有些后悔，当初自己为什么不再忍一忍，为什么非要离婚？他给想要离婚的女性朋友3点建议。总结成3个简单的问题，请你反复衡量，你想清楚了再去决定要不要离婚。第一个，孩子成长问题，留给爸爸，他能保证给孩子带好吗？留给你自己，你有精力把他带大吗？不要指望后爸后妈，我跟你讲，他们不给你和孩子添堵就已经很不错了。第二个，男方不负责，说话不算数，承诺的事情做不到，你有应对措施吗？你后面的日子该怎么办？第3个，生存问题，你在婚姻里消耗了大量的青春，当你离婚后一个人面对生活，有没有一技之长能养活自己？记住了，我说的是你自己的能力，不要企图从另外一个男人身上找安全感，因为那将是你。我离婚了，但我又后悔了，说什么都晚了，那个男人不同意跟我复婚。我用亲身经历告诉你们，女人千万不要轻易离婚，90%以上离婚的女人都会后悔的。女人在婚姻当中千万不要太强势。我就是因为太强势，看我前夫哪都不顺眼，总觉得他做什么都是错的。博主表示，她以为换个老公就可以得到幸福，所以她选择了离婚。但是当她看到女儿给她发的视频的时候，她就开始后悔了。视频中女儿披散着头发，到处都是脏脏的，像一个小乞丐一样。她意识到离婚以后最受伤的还是小孩，她想复婚，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但是前夫不同意。后来她选择了一个比她大10岁的男人结婚，但是这个老公不但不给她钱，反而还向她要钱。如果她不给钱，老公就动手打人。她感叹说，真的是应了那句话，头婚过不好的女人，2婚是不可能过好的。博主王依依表示，姐妹们一定要理性一点，千万不能冲动说离婚就离婚。如果说你选择离婚，就相当于把自己扫地出门了，最后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。有网友觉得，离婚之后也许能够找到一个白马王子，过上更好的生活。王依依认为这种想法简直太天真了。你说咱头婚都没过好，2婚就一定能过得好吗？我跟你说实话，2婚会牵扯更多的问题和更多的矛盾。咱作为女人不要太强势了，更不要总想着去改变人家。你说这个男人他妈20-30年都改变不了他，你凭啥有这本事能改变一个成年人呢？你咋那么自信呢？
出场的时候就已经那样了。我们还是多找找自身的原因，让自己的心理平衡。近年以来，中国结婚登记数量持续锐减，呈现出明显的断崖式下降的趋势。早在2019年，全国结婚对数首次跌破了1000万对大关，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而根据民政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仅为610万对，再次刷新了历史低点。与2023年相比，一年之间骤减了20%，跌幅之大令人震惊。不少人开始疑惑，年轻人为什么越来越不愿意步入婚姻的殿堂呢？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年轻人收入和工作都不稳定。我今年42岁，失业，未婚没孩子，很多人都说我活得很失败，可我不这么认为。我始终认为钱没了可以再赚，工作没了可以再找，但只要是你不乱结婚，不乱生孩子，你的人生就算再差也差不到哪里。一旦选错了结婚的对象，你想要逃离，你就要面临30天的冷静期，而这30天或许只是漫长挣扎的开始，并且一旦你有了孩子，你就塞不回去了，你的人生就像签下了终身的契约，从此就被责任捆绑。结婚结什么婚啊？我告诉你，哪怕你就是白送我一个老婆，我都不要。免费送你媳妇你都不要吗？对啊，我为什么要呢？你知道结婚意味着什么吗？啊？啥呀？结婚就意味着带来了高消费。什么叫高消费呢？你结婚要不要车？要不要房？要不要给彩礼？肯定要。这些是不是都是高消费啊？男人尽的责任啊，对吧？说我为什么要去结婚呢？啊，凭什么就是我身为男人就应该尽这些责任呢？男子表示，结婚之后有了孩子，还要支付孩子的奶粉钱，考虑孩子的教育经费，这些都是高学费。如果我不结婚，我不就避免了这些高消费吗？我一个人不是过得很好吗？上了几十年的班，最后发现自己也废了。大部分人一旦失业，最后发现自己什么也不会。我是91年35岁，没房没车也没结婚，是做平面设计的总监。在外人看来，你工作经历不错，找工作应该不难，曾经的工资也不低，失业了应该也存了不少。实际上是35岁了，既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失业了也没有多少存款。北漂的这些年，一直按部就班的生活，我去租房、吃饭、买点手办，基本上挣了这些钱也都花出去了。中国结婚人数下跌，还有下面的几个原因。首先，中国房价依然高企不下，在2、3线城市，购置一套住房的价格普遍在150万到200万元之间。而在1线城市，房价则动辄达到500万到600万以上。这对年轻人来说，意味着不仅需要动用家庭全部的积蓄来支付首付款，还要将每月超过40%的收入用于偿还房贷。那么如此一来，剩下可以支配资金的仅够维持基本生活开销。而更加令人焦虑的是，这种还贷压力往往还要持续数十年。在这样的高房价环境之下，许多年轻人感到结婚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负担，最终只能是选择推迟，甚至是放弃婚姻。其次，养育子女经济负担日益沉重，许多年轻人在考虑结婚时，最大的顾虑之一就是育儿的成本不断攀升。孩子一旦出生，父母往往希望给予孩子最优质的生活条件，吃得好、穿得好、用得好。等到进入幼儿园阶段，各类兴趣班接踵而至。而在小学和中学阶段，为了不让孩子在学业上落后，课外辅导班几乎成了标配。等孩子步入到大学，每年学费加上生活开销，动辄数万元。根据2024年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显示，中国家庭将一个孩子抚养至大学本科毕业，平均花费大约是68万元。那么如果选择生育2孩或3孩，这一数字将成倍的增长。如此高昂的育儿支出，让不少年轻人望而却步，不敢生孩子。最后，职场环境对女性婚育仍不够友善。在当前的职场生态当中，女性在婚育问题上仍然面临着诸多隐性或显性的歧视。例如呢，一些企业在招聘时倾向于避开刚结婚但尚未生育的女性员工，担心她们即将进入生育期。而许多职场女性也担忧，一旦结婚生子，自己便不得不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家庭当中，从而影响职业发展，甚至中断事业的轨迹。那么随着女性在经济上日益独立，在职场中扮演的角色也是越发重要。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，单身生活同样可以充实而有意义。如果没有遇到真正契合的伴侣，
他们宁愿将重心放在事业与个人成长上，而不是仓促步入婚姻与育儿的轨道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